这个气爆事件的责任归属，它是疏忽呢，还是整个结构性的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导致这样子的灾难？案件上很多媒体用这个气爆，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对这个意外的形容词。后续民间的那种心情也是气爆的，对于这个有关当局的这个处理方式，执法当局都是希望只有天灾没有人祸。当你这个事件从头到尾的整个性质没有任何一个角度正常合理的人呢，会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天灾，但是这个只是初步的情况。雪州警方那边已经说了，他们还需要2个星期去调查这么严重这么紧急的一个案件啊。很多人说这个不是调查真凶，这个是要去掩盖这个真相。您还是觉得说是有可能会被定位为天灾的？以我们过去执法当局的这种官官相护的这种态度，它最后会有发生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是的，现在有心理准备，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是BFM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 Hello， 你好，我是能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那我相信大家已经在今天在点进影片之前呢，已经看到我们这个标题，了解到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啊？那就是我们要来关注这个震撼全国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情。那么也就在4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 Putrajaya 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爆炸啊。这个画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网络上面看到了，那么呈现了一个烈火直冲天际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真是非常的吓人。那么在这场的这个意外当中呢，有数百人受伤，上百的家庭呢，他的房屋是受损的。那么整个街坊成为了一个火场。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也有同事，他的住家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哦，然后他是亲眼目睹了整个的惨状。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它是真的是可以避免的，但为什么它还是发生了呢？那它其实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而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哦，包括了施工跟监管的缝隙、基础建设的老化，以及在后面的这个维护，还有当居民发现这个有问题的时候投报，但是为什么没有作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在社会大众都在问的。那究竟事后在这个灾难面前，到底谁要来为这些受害者来争取公平，谁又应该要负起责任，都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探讨的课题。另外我们也想要来问的就是说，在灾后政府火速的来宣布发放援助金，那我们也看到了像是民主行动党呢，他们也发起了募款行动，但是却引来了大家说，你不是已经是做政府了吗？为什么你还要来募款呢？这样子的质疑声浪，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也非常的多哦。那民怨跟政治口水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最无辜的还是在当地的这一些受灾户哦。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了时事评论人员，他其实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好几次的吴建南律师哦。每一次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是能够站在第一线哦，为这一些受害的人来发声，以及提供他们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资讯哦。那我们先来欢迎吴律师，欢迎你。能杰好，大家好。是吴律师，每次我又很想要见到你，但又不是很想要见到你，因为每次请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很像都是有重大的这种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啊。但是很感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一一厘清，特别是这个法律责任归属的这个部分啊。那吴律师想要请问您的就是说，在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媒体所披露的这些资讯当中，你会如何初步来判断这一起这个气爆事件的责任归属？它是疏忽呢，还是整个结构性的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导致这样子的灾难？首先我发现在这个案件上，很多媒体一开始都用不同的 short form 去形容，包括现在用这个气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贴切的对这个意外的形容词，因为它不只是这个整个案发的情况的这个性质就是气爆，但是过后的后续民间的那种心情也是气爆的，就生气气爆了。对，所以尤其是灾民的当然他们也很受伤，对于这个有关当局的这个处理方式。所以首先我非常认同你说的，他不可能在这个案件上，虽然我常常说在大马的这些危机处理方面，往往执法当局都是希望只有天灾没有人祸可是在这个事件上很难去很牵强的把它定位为这个天灾。比起过去我们常常处理的包括闪电大水灾包括土崩，包括现在之前缅甸跟曼谷发生的这个地震这些
可能还有机会，大家都可以把它说是天灾。可是当你这个事件从头到尾的整个性质，从那个源头那个天然气管等等到引爆，没有任何一个角度正常合理的人呢会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可能的天灾。是我相信包括我们的警方他们的定位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只是初步的情况。我很担心在这个大马能的国度会不会最后我们的警方拖了2个星期，所谓要用2个星期去调查的这个立场过后，会不会到最后把它定位为天灾？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乐观。您还是觉得说是有可能会被定位为天灾的？但我不排除以我们过去执法当局的这种官官相护的这种态度，它最后会有发生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是的，现在有心理准备，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甚至有一些民间的看法，他们甚至说警方尤其是雪州警方那边已经说了，他们还需要2个星期去调查这么严重这么紧急的一个案件很多人说这个不是调查真凶这个是要去埋没这个真凶，掩盖这个真相。所以到底这2个星期是要拿来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有关当局应该要给灾民和人民一个交代，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一个很小的意外，它已经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人力财力的这种伤亡还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政府这一种现在只是顾救灾，但是不去调查真凶真相，这一种态度不给人民基本的知情权我觉得这个在危机处理的角度而言，这个是不正确的。是好，这个关于这个政府的危机处理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回来看到这一次的灾害的时候呢，现场它是有施工的活动嘛，然后呢就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挖掘天然气管道第三方的施工，所以造成了这个管道破裂？那还是说其实 Petronas 作为这个管道的拥有者也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律师你会怎么看呢？我觉得警方一方面他们在怠慢整个调查的进展。怎么说？他说还有2个星期还有2个星期到底是查什么呢？没有人可以接受这样子一个严重的意外需要用2个星期这种龟速的时间，而且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2个星期在等谁？在等一个外劳等一个伤者出院，这些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些借口。那么第二点呢，警方作为一个专业的调查组织，它原本在这个案件里面它应该是独立和超然的它不可以站在要保护哪一个单位或者是要掩盖哪一个单位的这种立场去进行一个调查。所以我看到当我们的雪州总警长好像每天好像普通的人民这样子去放消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有人讲是承包商挖掘我们看到了泥基被埋了我们调查了多少问话多少人然后第二天又讲也有人讲有人放烟花放炮竹我们又去查了。你是一个专业的调查组织你不应该像一般人民一般见识到处提出一些揣测性的言论来扰乱人民的那种尤其是灾民的心情一下子又放一些糖果，一下子又撒一些盐，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是警方应该要很客观的很专业的收集了所有的线索，调查所有的证人证物过后，才一次过的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这样子才比较能够让人民信服。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混乱有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之前还以为说是在网民在爆料，但是没有想到说像刚刚您所说的，包括了连调查的单位他们都在不断的释放出一些有的没有的消息，就是这就会让这件事情它很像是整个整池的水又被弄浑浊了的感觉。所以有居民就表示说在之前其实已经很像有疑似漏气的现象，那也有人说其实漏气其实天然气是没有味道的，无色无味的，你是闻不到的等等等。但是所以这些的讯息都非常的混乱啦。那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之前就有漏气，然后有居民去投报的话，那如果这个调查
发现说这个指控是属实的话，那么其实法律上会如何来判断这个责任归属呢？首先我对这个人民的投诉也有一些看法，因为我们在处理很多这一种 tort 侵权法的案件，我们也要很客观。当然这个不是在灾民的伤口撒盐，我们发现很多灾民事后往往对媒体所提出的这些所谓投诉的言论呢，往往都是没有一个black and white 的证据。当然在这方面我也要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要向有关当局做出投报的时候，现在尽量呢用这种网上的 ER 段投报因为你有这个文字上的记录。虽然很多单位还是鼓励你说打去热线这个是我很不鼓励的，因为我们的经验也发现热线是有关当局最能够推卸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全部的 minutes record 都在他们的身上，你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录。所以当我们要向这些官方投诉的时候，最好呢通过这种线上的这些投诉的机制，那么以后你去到法庭，你才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很确实的一个证据，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白纸黑字了。当然如果这个灾民他们的这个投诉属实，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常常说的案中案。案中案就是说可能引爆这个天然气的是另外一个真凶嫌犯，但是如果居民向有关当局举报了另外一个单位又无动于衷那么这种我们叫做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你也是有贡献到这一方面的疏忽，一起去导致这个灾害。所以我这方面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也很大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一个单位会被完全的追究，他可能大好大坏咯。大好的话，从灾民的角度，就是好几个单位，包括石油气公司，他们是那个天然管的拥有人管理者，那么这个州是土地的管理者，那么地方政府是批准任何的这种发展项目的这个拥有主权者那么过后呢，又涉及到如果相关的发展商他又签约委任了旗下的承包商那么又涉及到合约上的 subcon 的另外一个单位。所以大好的话就是所有的单位都必须要共同承担责任那么大坏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单位这个是天灾我觉得现在要提醒受灾户的就是一定要紧盯着整个的调查的过程绝对不能够松懈，不能够让就是应该要负责任的人给逃走但是其实吴律师刚才有提到是关于说就是政府的整个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处理，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回应到这些灾民的这个需要其实我们看到首相安华很快的宣布说要来发放援助金，你会怎么样子看待政府包括首相安华一直到政府官员这一系列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的整个的回应跟操作第一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些援助金难道是足够的吗？它能够及时帮助到这些受害的家庭吗？第二就是说其实除了援助金之外，就是在心情上面整个的回应真的能够安抚到他们吗？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援助金的多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谁造成这个灾害，谁给这个援助金。现在最大的矛盾就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是一般的天灾土崩水灾树倒有关当局发放援助金，因为它是 act of God这是天灾所以我们是站在慈善的角度去减轻灾民的这一种受伤害。可是如果今天是在人祸的角度，大家都已经看到很明确的这种现象，这很大可能是一个天灾人祸，然后也很大可能涉及到政府的管辖的权限那么政府本身现在在人祸造成过后，如果还发放援助金而没有去承担责任，没有做好这个问责，请问有哪一个灾民能够满足呢？现在他们更需要的其实不是所谓的真相真凶，也包括问责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刚才我讲警方的调查，他们的这种归宿的调查已经是我们叫做很不专业，因为你好像把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一个角度，可以慢慢调查的，
它不会研发到其他地方去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真正的调查的那个线索和最后的真相，可能涉及到疏忽，涉及到不只是这个天然馆，还有很多天然馆，涉及到不同的这个supplier 承包商都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用这个归宿吗？会不会到最后又扩展到其他地方呢？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它是跟一般的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援助金，当然那个援助金的数额现在大家也看到跟灾民本身，尤其是他们的物质啊、交通工具全部被烧毁了，这一种破坏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完全没有办法协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且以我们的经验，这个援助金数额过去可能3-5千块啊，1-2千块都是在闪电大水灾，可能人民的伤有一些我处理过，我们在这个亚沙区的大水灾，在100个灾民我们帮他们进行诉讼现在还在审讯，他们平均那时候得到的援助金是1000块，受损的程度大概3到10万。可是你看这次普查害的这个受损失的程度已经可能去到10万100万的这个数额所以怎么来3-5千块的这个赔偿或者是一个援助，肯定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他可能都已经流离失所，他也没有办法住他原本的房子，那每个月要重新要租房子。虽然我们现在有看到政府好像也有宣布说会提供给他们租房的津贴等等的，但是似乎都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像民主行动党他们发起了募款的活动很多人都在讨论说你不是已经当政府了吗？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募款呢？吴律师，你会怎么样子来看这个募款的这个他在道德跟政治上面的争议，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混淆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执政党了，那他们还出来发起募款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陆兆福说不要帮忙的人你们就闭嘴了当然这个也又掀起了另外一个轩然大波。但是吴律师，我们如果持平来看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子去评论就是民主行动党这个做法呢？当然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政党跟政府分开，但是一旦任何一个政党你执政了，你首先要知道你的那个优先的这个次序 priority，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你募款多少钱，或者你站在什么角度出发去募款。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灾民对你作为政府的优先期许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在这个事件上作为执政党的有利益冲突，你的最大的利益冲突就是在协助灾民跟问责之间，你应该先做好问责。你如果没有做好问责这一块，其实就是最大的对人民这个灾民构成最大的伤害。其实真正应该问责的是直接导致这个意外的这个有关的真凶或者嫌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可能受灾的这些灾民他们要做好准备，就是说可能这个调查的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究竟它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结果，会变成天灾吗？还是它调查出来是人祸呢？谁又应该负责呢？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对于受灾的这个灾民来说，他们其实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去监督政府的调查，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也在某个程度上面像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的一些灾难片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受灾户，他们最后就是自主的去调查，因为感觉上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只能够靠自己去调查。有没有哪一些法律的管道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们是不是可以集体的提出告诉还是等等？其实你现在会建议这一些受灾户，你觉得他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所有的灾民他们一定要各自报案。各自报案呢，肯定第一是要提到他们的这个损失的数额，这跟一般的水灾土崩的这些意外都是类似的。第二就是在协助找寻这个线索方面也要报案，同时报案，因为我们担心可能会有可能这些人他们向警方投诉了，或者是口供上给了，但是口供外人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官方机密，所以只有报案的话
才可以让其他的受害者他们可以看到。如果很不幸的，我们说真的很不幸，当局到最后把这个意外定位为天灾可能土地松懈啦，土地崩啦，摩擦了这个天然管等等，可能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说灾民就完全必须要受制于这个调查报告呢？不是的。首先第一点，灾民本身可以根据这个警方的调查报告进行这个司法检讨 judicial review， 就好像类似赵密夫的案件等等，你可以到高庭要当局再一次的去检讨到底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有没有出现很大的漏洞，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企图要掩盖真相，或者是保护特定的单位。那么如果这个司法检讨是能够推翻原本的这个警方的调查报告那么当然就可以进一步的施压当局去采取这种刑事的提控，因为刑事的提控民间是不能够自己发起的，所以刑事的提控包括有没有疏忽致死有没有一些专业上的疏忽，这方面其实我非常遗憾因为马来西亚像外国一样英殖民联邦国家，我们有很健全成熟的这一个法令包括我们的这个 CIDB 法令我们的Street Road Building Act Local Government Act 很多法令 Housing Development Act 它全部都有提到如果这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单位他们有疏忽的情况，其实他们的这个董事经理全部都可以有这个最高刑罚、个人的监禁等等的提控，但是在马来西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文化往往那些单位的高层都不需要出来道歉问责，也不需要坐牢，也不需要打鞭负上任何的责任，虽然有一些意外是导致人命的伤亡。那么第二呢，就是民事方面。民事方面当然在这方面民事就比较被动，民事很大程度会受限于我们官方调查报告的这个结果。举个例子，如果今天警方的调查说这是天灾那么民事方面要所藏的那个挑战就是溺水行走即便就算是受灾户他们有收集到铁一般的证据，也他就是好像刚才我讲了，首先你要司法检讨先从那一边去把他那一个警方的官方调查报告推翻 OK 不然的话一天警方的官方调查报告是天灾，那么你要去向这些单位索偿的时候，警方往往都会参考我们的法官都会参考这一个警方的调查报告。从我们一般上的民事或者刑事诉讼而言呢保险这方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则。特殊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灾民他已经通过他买的保险赔偿了他比如说车的损失那么过后他就不可以再去向其他单位索取这个车的赔偿因为法律上也不能够让他有 unjust enrichment 不能够一赔二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原则了。所以吴律师你这样子就提醒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警方的调查报告，最后这个调查报告到底它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子的样貌但是在现有的这个法令架构之下呢，其实我们究竟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的法律似乎是很完整的，它可能对于这一些受灾户它是有一个制度去保障他们，包括这个法律的申诉赔偿的进度等等的，这些应该都有法律在我们有相关的制度在保护这些受难者的吧？应该是有的吧？有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所有这种专业疏忽、专业的这种我们叫做违法其实都有很严厉的，包括我们的发展商的也有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遵守这个房屋发展法令，没有申请执照，没有用这个标准的买卖合约欺诈欺骗等等，
其实都有一些严刑峻法。但是往往呢，我们的执法当局都只对公司不对人就是以罚款了事，因为公司是不能坐牢的。只有你真正在一些很严重的刑事案，你把这个公司的高层或者 mastermind 让他要负上这个坐牢打鞭的责任，那么你才能够真正起到那个警惕的和防范的作用。所以感觉上我们不是没有法律，只是在执法的上面让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有官官相护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非常不幸的到最后是所谓的被定位为天灾，或者是它就是不了了之了啊，那其实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对于政府的这种信赖感，它其实是不是又会再次的崩塌呢？它不是单一的个案了。大家还记得是大家都麻木了是吗？您的意思是下面的这个印度游客突然间掉进这个路洞，不见所踪，到今天你有看到任何的调查报告吗？似乎没有。然后我们最近处理的在这个槟城去年发生的，在这个侨务馆博物院有2个中国的妇女，她们被这个博物院隔壁的这个老树砸下来，丧失了性命。我们也是义务帮助这对中国的游客家人。然后当我们尝试跟警方接洽，了解这个去年发生的案件他们的调查报告，他们给我们的答案是没有调查报告。什么？没有调查报告？没有调查报告。所以我要提醒一点，刚才你讲的不了了之是可能的。所谓不了了之，就是说警方当他发现一个案件，他认为不是说人民，他认为没有刑事成分，他是可以没有调查报告的。所以我们很衷心的祈祷和希望不要有这个反高潮，就是说可能今天警方叫我们等2个星期，然后2个星期后警方突然说我们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没有刑事成分，所以警方不需要有报告。但其实这些受灾户他们要怎么样子确保在马来西亚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不管是法律环境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头，我们看到即使虽然马来西亚保有某个程度上面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批评政府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很多的新闻可能会被压下。所以现在你会怎么建议说这些受灾户他们要如何让这件事情不会不了了之？那如果他们手上有一些什么证据的话，你会怎样建议他们来运用他们手上的证据呢？首先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虽然告别了这个20世纪以前的资讯封闭的年代我们以为现在资讯爆炸了没有任何的真相可以被掩盖，可是现实中它只会弄到有关当局，当他们要试图掩盖一个真相的时候，他们还是做得到，只是要用更高压的高明的手段，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悲哀的。那么第二点呢，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新的科技了，所以也使到我们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联系更加的紧密。所以至少当我们有任何的线索还有这些证据的时候，我觉得比过去更容易能够凝聚到民间的力量把这些所有的线索都集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通过这个司法检讨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浮现出来的线索去向当局施压。怎么可能？这些线索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回应至少让过去一些可以完全不用回应的单位呢，他会面对这个舆论的压力。好，吴律师，其实我今天这样跟你对谈之后呢，我就觉得说生活在马来西亚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做了这种最坏的打算而且我用自求多福这个4个字，我觉得你应该也不会否定我，因为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就真的只能够自求多福，我们只能够去再提前去思考。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居住环境的时候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事先的先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准备。所以吴律师今天最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置产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里面是买保险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在遇到灾害的时候呢，将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首先，你问我这个事件，如果单从表面的这个性质，因为这个天然管呢到处都有，很多住宅区也有，所以我不认为有任何的人有办法去绕开或者一开始就做防范啊。当然，第二点就是说，从制度上，我们也希望当局可以检讨了，是不是以后要有更远的这个 buffer zone， 不要让这些住家太靠近这个天然管。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呢，我还是很乐观的，是说所有的改革除了是从政府，也必须要从人民做起。所以我常常说，不能够仰赖任何一个政府它可能只是可以做一小部分，但是真正可以推动整体国家的改革，必须要从人民做起。人民可能你会觉得比政府无力，可是至少当你凝聚起来啊，它肯定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啊！你可以去换掉你不满意的政府，你可以去司法那边进行你的这个维权啊，你还有这个三权分立的角度。所以我常常说，在马来西亚，虽然我们处理这种 TOP 侵权法的案件往往都是孤掌难鸣，觉得曲高和寡，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下去呢？其实它就是一种不断的去向我们的有关当局去施压，让他们慢慢自我成长啊。所以我常常他们有做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做过的那个路洞的意外啊，也有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灾民是因为那个沟渠盖没有盖掉下去或者树倒，很多这种公共场所的危机啊。他们说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有关当局地方政府他们是不敢疏忽于这一些基本的设施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开了一个路洞，全部可能英国的市民就会跳下去，然后跟他们索偿，真跳也有假跳也有，反正就是来索偿的，所以他们赔到怕，所以就不敢做太多这种疏忽的工作。所以同样的道理，现在马来西亚还在另外一个反差，就是我就是放好几十个路洞，我也不要盖啊，反正你们每一个人掉下去我都不用赔，所以还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要怎样从这一个阶段转型到那个阶段呢？他必须要靠更多的人民的醒觉，一起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这个醒觉跟权益啊，那么最后这个政府就会越来越进步。真的要依靠人民自己自身的醒觉，然后不断的努力去推动这个改革因为今天可能发生在 Putra Heights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它可能是一次的单一的个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社会不继续的往前改革，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问责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没有被建立起来的话，下一次又不知道是哪一个地区又要被烧起来了。今天非常谢谢吴律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很多很不一样的想法那也提醒着我们一定要继续持续的监督这件事情的发展。谢谢吴律师。谢谢。不晓得你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